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换个角度看世界，带给你不一样的新知识。又要到吃粽子的时候了，过端午吃粽子，划龙舟都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你的小小订阅可以鼓励我们继续分享创作，赶快分享出去吧。端午节的由来，相信每个人都听过。古代有个爱国忠臣叫做屈原，他因为国王不听他的劝谏，最后还将他流放，导致首都被攻破。屈原非常难过，所以跳汨罗江殉国。人们知道这件事后，划着舟丢饭团到河里，避免鱼虾吃掉屈原的尸体。后人也跟着这样做，来怀念这位爱国文人。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端午节由来。但真是这样吗？翻开史册及相关考证，可以说是疑点重重呀。先有端午节还是先有屈原？端午节到底是不是为了屈原而存在的呢？先说结论，其实不是。端午是农历的5月初5，当天被视为是2月2日阳消阴长的日子，在这一天特别容易生病，所以需要驱邪，并衍生出许多驱邪的习俗。只要是有使用过农民历的东亚国家，几乎都会过端午节，只是内容不大相同，也有各自的传说，像是韩国就有端午祭，日本、越南等地也有相关习俗，所以会过端午这个节日，并不是屈原跳江之后才开始的。当时文献几乎不见屈原，屈原虽然是个后世广为人知的大诗人，但是从《战国策》等从战国时期留下的相关史料，几乎没有屈原的记载，一直到汉朝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才有较详细的记录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呢？以下有人提过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屈原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，可能是在秦汉交替之际，在那个时候因为各地都起兵反抗秦国，总需要一些故事来激励人心，同仇敌忾，所以屈原就成了忠君为国殉难的最好的榜样。后来司马迁才记录下来，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，仅属猜测。而且这时的屈原也跟端午节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记录说他是在5月5日投江，也没有提到民众为了他划龙舟、包粽子。那么屈原是怎么跟端午节沾上边的呢？端午节的传说主角不止屈原，屈原第一次与端午节搭上边的相关记载，是在南朝的一本志怪小说《是奇邪记》里面提到，楚人有在5月5日以竹筒饭投水祭祀屈原的传统，但是在汉朝的时候，却在屈原投江的长沙一带出现一个自称三闾大夫、屈原官职的人，对着来祭拜的人说，这些竹筒饭常常被水里的蛟龙吃掉，你们最好叶子包，在榜上踩线，蛟龙看到就会不敢吃了。不管这是屈原显灵，还是卖粽叶和绳子的人想出来的行销妙招，都显示屈原从汉朝到后来的魏晋南北朝，逐渐与端午节的传说融为一体。其实跟端午节相关的人物传说也不止屈原，另一个较有名的传说是春秋末期吴国的大臣伍子胥。据说他哭哭一夜就把头发染成全白，后来辅佐吴王夫差称霸，但后来吴王因听信小人谗言，不但拒绝伍子胥的劝谏，还赐剑命他自尽。伍子胥交代死后，将他的眼睛挖出来，挂在吴国都城的城墙上，他要亲眼看见敌军入侵灭掉吴国。吴王知道后超愤怒，把他的尸体投入钱塘江。因相传伍子胥在5月5日被投江，所以后人会在这天纪念他，他甚至也被当地人奉为河神。另一个有关端午的传说也跟伍子胥有关，在东汉时候有个巫师的女儿叫曹娥，有一年的端午，他的巫师爸爸乘船在河中祭祀时出了意外溺死，却不见其尸，曹娥决定投江。3天后，他与爸爸的尸体相拥浮出水面，从此曹娥也被封为水神。但这3则传说也许都跟端午节划龙舟、包粽子没啥关系。根据学者端午考研究指出，龙舟、粽子等习俗其实都跟古代吴越地区的民族崇尚龙图腾的传统有关。粽子投河是为了给图腾神献祭，龙舟竞技是为了娱乐图腾神。
只是后来跟着节日习俗随着时代演变，端午节也逐渐与屈原、伍子胥、曹娥等传说融在一起。当然不止这些，越南、韩国等等也有自己的端午节传说流传着。其他国家的端午由来，下次有机会再来说给你们听吧。端午节习俗一吃粽子。吃粽子的习俗同样源自于屈原的传说故事。当时居民们用叶子包起来食鱼虾的米团，就演变成了今日的粽子。到了现代，粽子的口味和包法越来越多样化了，有南北差异，有甜有咸，甚至还有冷热之分。端午节习俗二立蛋。相传一年之中，只有在端午节正中午12点的时候，才可以将鸡蛋直立在地上不会倒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尝试成功过呢？立蛋习俗的由来，目前没有一个较普及的说法，但据说立蛋成功的人会享有接下来一整年的好运哦。端午节当天，不妨和家人一起玩玩看吧。端午节习俗三喝雄黄。雄黄是一种矿石，古时的人们会在端午节当天将它研磨成粉入酒，调制成雄黄酒来饮用，以辟邪除虫。但现代医学的研究结果发现，雄黄其实具有毒性，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，因此不建议饮用哦。下期就来以故事代酒，听听蛇妖与雄黄酒的传说吧。端午节习俗4：饮50水。不能喝酒，可以喝50水。相传郑成功在台湾的时候，他的部队在端午节那天走到了台中大甲的铁砧山。当时艳阳高照，士兵走了很远的路，又累又渴，但是都找不到水可以喝。待到正中午时，郑成功祈求上天，希望上苍助他一臂之力。说完，将佩剑插入地下，拔剑后果然涌出山泉水，因此当地就用剑井来命名这口井。现在的端午节，就有很多人到大甲剑井踏青，顺便取50水来喝。端午节习俗5：带香包挂艾草。传统的香包以5色花布缝制而成，里头会放有薄荷、石菖蒲、丁香等等具有防蚊驱虫及芳香辟秽功效的草药材。艾草也是具有防蚊驱虫功效的植物，一般会挂在门口两侧或窗户上。俗语插绒青仔枝，叫永龙；插艾歇草，叫永健，就是在提倡艾草的益处。端午节庆典活动划龙舟。端午节最经典、最盛大的活动就是划龙舟了。历年来，台湾各地都会举办赛龙舟的划龙舟竞赛，也会有龙舟体验营、龙舟创意彩绘展等等的庆典，来庆祝端午节。对了，最后提醒一下，端午节这个节日，不能说端午节快乐，而是端午节安康或是端午节平安。下期将为你揭开屈原姓氏的秘密，敬请期待。